要改造的卧室，我的妈呀，这么挤的吗？这里就是歧视我这个胖子。哎呦呦呦呦呦呦！屋主说因为太挤，所以里面的飘窗还有梳妆台基本上都不用，好浪费呀。他很喜欢古风，希望可以在家拍照，还想有个衣帽间。原本的布局非常的不合理，几件家具把空间拆分得零零散散，床和衣柜之间的过道窄得每天都要练习缩骨功。重新规划空间，将7平米卧室划分出4个区域：活动区、休息区、超强衣帽间和休闲拍照区。刚好小文想把柜子挪到客厅做其他的用途，我就赶紧派出小户型专用万能收纳神器来救场啦。第2步，风格定调。我请古风爱好者小文挑了他最喜欢的一套汉服，从中提取我们改造设计的色彩和元素，将衣服上出现的色块按照比例从多到少的排序，最后选定面积最大的浅杏色为空间底色，以刷漆的方式应用到2面墙上，粉色和绿色作为主体色，在卧室空间内体现在面积最大的床品中，蓝色和红色就用装饰品来呼应和点缀。在元素上，将梅兰竹菊、黄铜锁扣、中式刺绣、流苏缎带以及纱幔用到空间的各处，来体现古风的风格。开始改造啦，先清空房屋，做个基底翻新。我将这2面墙刷成驼色，要 DIY 刷墙教程的话，就看我的视频吧。我们根据这次的风格挑选了朦胧浪漫的吸顶灯。按照我们的方案，这边要做成1整面墙的衣帽间，但是预算只有500块钱。如果要做成定制柜的话呢，也要几千块。如果买宜家最便宜的双门衣柜，要4个，也要2000块钱。那我们是怎么完成这个挑战的呢？我们是用了无需打孔、随意组合拆装，帮你省掉一大波预算的万能组合柜架。看过我之前视频的粉丝们应该还有印象，我们第3话用过顶天立地衣架。我们这次用到的是它的升级版，确实很适合小户型和出租屋的人使用。顶天立地杆子很好安装，小仙女一个人操作是完全没问题的。我现在手把手教你们，赶紧收藏、点赞、码起来吧。第1步，先设计好架子和配件的位置。整面柜架是由几根竖杆和一些横杆配件组成的。注意，如果有固定长度的横杆配件，有个诀窍就是先将配件安装到一边的竖杆上，然后撑起来，再安装另一边的竖杆。这样做是为了避免2根竖杆撑起来之后，发现横杆配件距离不对，导致重复劳动。第2步，撑起竖杆。竖杆撑起来的方法就是右手这样按住下杆子并按住按钮，左手将上杆子用尽力往上撑，你会感受到弹簧的压力，撑稳了，右手就可以松开啦。列住以后呢，摇几下看一下它稳不稳。这样摇它会晃呢是正常的，不代表它不稳哦。重点是什么？因为它是上下受力的，所以我们就看上面顶部的底座，还有下面底部的底座，它是不是稳如泰山。第3步，将其余的竖杆和配件按照同样的方法安装起来，这样就搞定啦。它的长度、高度都可以灵活调整，就算碰到横梁也可以轻松避过。你们一定在想它能挂多少东西吧？试给你看。拆卸简单，搬家的时候拆下来就可以带走。以后换房子的时候，如果户型或者墙面宽度不一样，调整间距就可以用了。柜架可以搭配书桌或者化妆桌一起使用。桌子上方展示陈列、储物收纳，坚决不浪费任何一点空间。因为附近在施工，灰尘比较多，我在衣橱外加一个帘子。这一次选择了用网纱来做我们的帘子，效果相当不错哦。而且还发挥了巧思，平常遮挡衣橱，想在飘窗拍照或者想要营造独立的飘窗区域的时候，拉到窗这一边，所以窗帘的轨道做成了 L 型。虽然空间小，但是女生必备的包包、首饰、化妆品还有衣物一个都不能少。那要怎么实现呢？
我把我们的万能组合柜架分成了2个区域，一边是衣柜，另外一边是梳妆台。那这2列呢，我就把它规划为是衣橱区。像这样短的区域呢，就可以放我们平时常穿的这样的短上衣。另外我还准备了像这样子正反面都可以收纳贴身衣物的收纳袋啦，还有就是可以放它收藏的一些口巾包的这样的一个收纳袋，都可以挂在这里。那像平时我们的裤子啊、裙子啊，可能都是叠在一起，其实特别的不好拿，所以呢我也准备了这样的裤架，我们就可以利用下边的这个区域，短裤啊、裙子呀、还有长裤都可以挂在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我留了很高的一个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汉服其实非常的长，所以呢我把这一区就特别留出来，来放它的特别好看的汉服。那汉服这边其实会空出来一小块区域，这边呢我就加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收纳袋，它在上面呢可以放一些不方便挂只能叠的衣服啦，下面呢可以继续挂我们的衣服。那么最上面呢我就放了一个这样的托盘，可以放我们的收纳盒，这样子呢就可以存储一些过季的衣服啦。那这一列呢，我就把它规划为是我们的梳妆台和首饰收纳区。桌子呢是屋主原本留下的书桌，刚好我把它嵌入到我们的组合柜架中，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简约的梳妆台啦。那很多人在梳妆台的收纳呢，主要是以台面收纳为主，但是台面永远都是有限的啊。其实你们还忘了一个，它上面非常大的一个立面的收纳空间。那我这次呢，就结合我们的组合柜架和网格，做了一个超大的立面存储空间。一边呢，就来存放它的化妆品，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化妆品放到这样的一个隔板中。那这一边呢，就会来放它的，比如说项链，还有像耳环，直接都可以挂到网格上哦。有一些首饰呢比较贵重的，我就挑选了一个这样完全封闭，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盖子的完全封闭的一个收纳盒，里面放了戒指呀，还有一些比较贵的耳环，这样就不怕氧化了。那如果挂着的一些首饰也担心落灰或者是氧化怎么办呢？这里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购买这样的防尘袋，我们可以把这个耳环放到收纳袋里封口，再挂回去就可以了，是不是很方便呢？那你们一定会奇怪说，明明是化妆台，怎么会没有镜子呢？其实是因为屋主他近视，如果挂在这边呢，他会担心自己看不到，所以我们就帮他挑了一个可以隐藏起来的镜子。平时呢，它是这样的收纳盒，但是呢，一反过来它就是一个镜子啦，它可以这样固定住，也可以这样竖着放，是不是很方便呢？那桌子下方的空间呢，也不要浪费。我们比如说像一些吹风机啊，或者其他的杂物呢，都可以放到置物篮里面，放到桌子下方，进一步的来利用我们的存储空间。将原本的餐桌椅加上窗纱剩下的边角布和花鸟坐垫重新布置，跟整体来协调。点赞过2万，分享下一条老破小公寓变身治愈日系风哦。原本呢想在床头背景墙这边加一块有中式元素的墙布来增添整体的氛围，但是在跟房东沟通之后呢，被婉转的拒绝了。所以呢，我就后面换了一个方案，选了一个无论是在尺寸、颜色或者设计上都跟我们整体风格非常搭的挂布挂在了这里。但实际上这个挂布它原本是一个门帘，为什么会选择门帘呢？因为我挑了很久都找不到很心仪的，但是这个门帘它的这个颜色还有它上面这个竹子的图案，我觉得非常的有韵味，所以呢就直接把它当做挂布挂在这里了。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巧思，原本这个布帘上面呢，我们要加条线去把它固定在无痕钉上，那我就把它换成了这种可以用电池就能发光的小灯串，这样晚上开灯之后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氛围的元素，让房间更加的温馨。
因为房子真的非常的小，所以这个1.5米乘2米的床究竟要放在什么位置，就决定了整个空间的布局。原本呢，这个床是放在进门右手边的，但是这样呢就会挡住进门的入口，所以呢几经思量之后，我决定把它放到飘窗旁。这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能够让给进门处更多的一个活动区域，但是相对来讲呢，它会有一个小缺陷，就是我们一定要经过床才能去到飘窗的这个休闲区。那小户型我认为其实很难做到完美，我们还是要进行一定的取舍。我们保留了小文之前的大床，这个床的底部还有蛮多的收纳空间，所以呢，行李箱和不常用的大收纳袋都放在下面了。那我们这次整个设计的灵感呢，其实是来源于一件非常漂亮的汉服，所以在整个床品和抱枕的选择上呢，仍然是围绕这个汉服的色系来做搭配。比如说像这个4件套呢，我们就选择了非常柔和和淡雅的樱粉色。抱枕呢也是像这样绿色和蓝色的色调，像这个腰枕呢，我特地选了有这样红色元素，去呼应汉服上面红色的系带。像墙面装饰呢，其实非常能够营造整体的氛围。以往呢，我们也很喜欢在床头背景墙去加一些挂画装饰，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常用的呢，都是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的挂画。这次比较特别呢，是我为了呼应我们的一个主题，就选择了一个圆形的挂画，而且它里面的图案呢，也是这种比较偏中式的，非常的有韵味。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挂到背景墙这边啦。因为原本的飘窗区非常的深，不想浪费这里的空间，所以呢，一方面把它做成一个休闲区，在这边放上茶席，平时呢可以在这里看书、喝茶，还有晒太阳。那另一方面呢，会结合他的兴趣爱好，做成一个小确幸角落。因为小文是一个古风少女，所以呢，这里就变成了是一个她可以自拍还有凹造型的地方。像这个竹帘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拍照背景。前面也有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刺绣的窗纱，我搭配了古风的系带作为窗帘绑带，不用的时候可以侧放在飘窗两侧，长长的流苏让空间更有飘逸之感。那到了晚上呢，还可以放上花鸟灯或者是小灯串，来营造整体的氛围。那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小贴士，我们可以在竹帘的帘头上呢加上这样的一个流苏，挂上去就有非常好看的装饰效果。就这样，南方的孩子肯定要吐槽说这个竹帘发霉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在买的时候要记得挑选已经做好了防腐防霉处理的产品。其次呢，就是家中要常备这样的草本安全防腐喷雾，它可以用到像窗帘、榻榻米、沙发、墙纸这样的布质木竹的材质上，可以起到防腐防霉和去味的效果。小文买了个2手床头柜，但是风格不是很搭，所以呢，我请全能包工头 Emma 将它稍微改造一下。我们现在来改造一下这一个2手编机。那改造的过程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会将这一个跟我们风格不搭的白色呢刷成这一个非常好看的蓝灰色，然后呢再稍微做一下旧，再在上面呢贴花。那这个贴花呢，我是用到家里面囤了好久的餐巾纸。那怎么将这个餐巾纸往上贴呢？是用到一个叫做叠古巴特的技巧，等一下就教大家。最后呢，在上面再安放一个非常好看的把手。那现在就开始吧。这个餐巾纸的话，大家把它打开，然后我们只需要用到有印花的这一层，只需要用一层薄薄的。这是我们叠古巴特会用到的胶水，然后准备一个刷子就可以了。
卧室不大，用上蚊帐后，整个空间都非常挤，所以呢，我决定去掉蚊帐，用上防蚊灯，测试效果棒棒哒！改造完成，你准备好了吗？如果兴趣爱好是忙碌生活背后的一点小惬意，那么至少我想让它待在美好的地方。你们懂的。来来来，